小伙伴们看大哥这姿势，就这块有太阳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他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3号星期五，又要周末了。今天第一个训练日，冲了一壶水，今天好好训练。还有穿上了这件背心，菲比特，这背心挺好看的，这个色儿。就很多年前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牌、这么多选择的时候，那时候 Nike 精英运动员都是方领的，市售都是圆领的。那时候老自己搜索哪儿能买着方领的。昨天翻自己刚开始跑步那一年的照片儿，那还穿纯棉的 T 恤在健身房跑步，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，也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。我还写了个小故事，欢迎大家去看。今天聊聊什么呢？想起以前跑马拉松，就想起了一开始看励志文章那些年，看央视的瑜伽老师。一会儿咱们聊聊瑜伽老师这次奥运会大众组2小时58，对吗？一会儿咱们换视角聊啊。日出了，日出也一天比一天晚了。哎，小伙伴们看今天的太阳，真棒，是不是？那天我们正好直播赶上奥运会的马拉松，我看有小伙伴不太了解，瑜伽老师特别厉害。202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都只是线上马拉松了，还是防疫的时候，瑜伽老师有一天发了个社交媒体，说自测在北京2小时38全马。给我又羡慕又佩服。我忘了具体的，我可能说错了，您别介意啊。就瑜伽老师好像比我大4岁左右，那时候他就是我现在的年纪。然后我记得特清楚的是，好像黄河教练还给他发了祝贺，说你的成绩就是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值得拥有这个成绩。那北京的马路上，我还研究了那条路线。我2020年也在北京的马路上自测了一个全马，是北京线上马拉松，2小时51。那天是按照3小时30跑的，一起跑就快了。后来一想，索性就快吧。那看起来北京的马路跑个全马没问题，找一个都是右转的，红灯比较少的，打圈就行了。但是我没有在这个年纪跑到2小时38，我是有点遗憾的，一点点。但是呢，这遗憾特别小，因为我知道的是，我没跑进的绝大部分原因就是我这身体条件就到这儿了，就没有人家那么好。因为我觉得我练的就在破240的这些人里，目标是破240的这些人里，我算是刻苦的，对吧？我不能说我练的算是好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到哪儿说我算是刻苦的，应该都能说得过去。瑜伽老师原来也是个大胖子，也是因为发现自己不行，太胖了，开始跑步。一开始我知道他就是因为看他前后的对比，瘦，然后
那时候成绩已经特别好了，比我强多了。啊，那年北马差几分钟破3，喝口水。来吗？来吗？后来我知道的就是瑜伽老师跟腱受伤，然后可能工作就忙起来了，再后来就没看他冲过成绩。咱就不从所谓的专业角度去说人家的跑步了，我没有人家 PB 成绩好。然后我也觉得瑜伽老师在这种工作压力下能练成这样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就说说小伙伴们说，也有的自媒体说怎么那么显老啊？跑步是不是都这样？跑步是不是不好？这事儿看您怎么看。你们看看我，把相机摘下来啊。你们看看我，虽然汗出了不少，我1985年年底出生，是不是也还行哈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所以显不显老这事儿，我觉得跟跑步，你要说完全没关系，那肯定有的天天风吹日晒。而且我觉得我可能风吹日晒比瑜伽老师还多，因为下雨我也不停，北京冬天早上大风我也不停。就北京那大风早上起来，冬天您要是不习惯的小伙伴，他回来估计那风一刮刮裂了。我也挺爱笑的，那应该褶子挺多的，对吧？就个体差异，那有的人少年老成，有的人到老都是张娃娃脸。再加上我觉得啊，左右一个人看上去的老少的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。跑步每天才能跑多一会儿啊，对吧？差远了。我有时候不爱拿真人举例子，但是有时候咱们是善意的啊，就是你看我小时候觉得这60多岁看着这些人就老头老太太了，实话吧，各位跟我年龄差不多比我年长的都有这经验，您不用看别人，看自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，对吧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的方式，有的人是生活条件不好，有的人呢是生活方式太累。你说瑜伽老师在央视做解说，那比我的工作压力那不知道大了多少倍了。而且人家也除了头发有点白也不老，头发白这事儿我觉得跟年龄大面积看是有关系，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容易白。我有同学初中就有白头发了，我到现在一点没有，家属就不行。了解我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我其实是严重的那种焦虑的性格。你说我是个心特重的人，我都没有白头发。那我跟家属在一起生活，饮食什么的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个体差异。你看那么多跑步的，非洲人咱就不说了，你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说亚洲人，无论是中国的、日本的，哪一个不是精神神的小伙子？哪一个不比我这样的跑得多得多？讲道理吧。我可能唯一比较自豪的一点，就是在这次100公里之前，就我的一双脚，就我的2只脚，我也完全没有刻意保养过，从来没有，我都不怎么泡脚，或者几乎不泡脚，也不抹东西。我夏天还穿拖鞋，还穿凉鞋，我脚特别的完整。没有老茧，没有鸡眼，没有变形，没有灰指甲，没有黑指甲，没有那种特厚的指甲，
我可能唯一的小问题就是我是那种，北方基因，就是小拇指多一个小指甲棒，我老爱抠，那儿抠的不太好。没有了。这次100公里之后，2个大拇指的指甲掉了，现在正在长的过程中，不太好看。但是我看好多跑步的小伙伴，不光是我们跑团我见过的，见过照片的，尤其是那天那个纪录片，看到瑜伽老师那个脚，我觉得我好震撼。因为我猜他可能1个月不一定有我跑得多，可能我说的不对啊。而且他的人脉关系应该可以让他得到更多的专业的支持。但是为什么脚损伤的那么严重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屏幕前跑步的小伙伴们是什么样的。还有小伙伴担心晒黑这种，如果您不是特别在意这些，比方说女性跑者，或者说您是靠就是外形赚钱吃饭工作的模特啊、手模呀什么的，这些以外，我觉得真不用在意。你看100公里我晒多黑呀，那掉了一层皮，真掉了啊！那现在也缓过来了。我去欧洲玩，把脚晒了一个凉拖的印儿，现在也基本上下去了一多半了。就是人的恢复能力是无与伦比的，不用想太多。我就期待等我到43、4岁的时候，我要还能跑进2小时45，我就挺开心了。您要说问我觉得我有几成把握跑进2小时40，我觉得我有4成，因为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今天是3伏的最后一天，对，今天是3伏的最后一天。因为这一个夏天就快过去了，我觉得我没什么进步呢，就每天跑啊跑就过去了，所以都是岁月催着人老。我不成熟的经验就是有点紧迫感，觉得时间过得快，这样人老得慢，感觉老得慢，因为岁月在你面前可能就是一晃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你还是那个你。而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又增加了多少皱纹，增加了多少斑，或者说皱纹又深了一点点，这种，那你觉得自己老得可快了。而且我觉得到现在这个社会，外貌真的没那么重要，每个人活的是自己的什么呢？自己的特点，自己的努力，活的是一个让别人觉得愿意和你交流的灵魂。不成熟的个人观点。13公里，喝口水。继续，已经跑了24公里，我再跑最后这一趟，回到集合点，拿了水就往回家跑，正好是30公里。最后这一趟有点变化，前面平均到现在是4分40，一直在匀加速。这组到还有200米的时候，我们就冲200米，这1公里。然后冲200，慢200，冲200，慢200，回到集合点，走。
为什么我都这么开始冲呢？是因为这样的话，第一个200米的结束手表会响，因为1公里响一次，之后人工看2个，再响1个。我不知道跑到多少，挺累的了。3伏的最后一天，给它点意义，给岁月以文明，给时间以努力吧。浑身都湿透了，还有20米，走。有一个200米，我今天快结束了，跑几个200米。啊，你今天跑这么长时间？今天小时了，跑到家大概30公里吧。哇天哪！手表让我减量，你要不要减？不要减，不要减，你只要受伤的地方没问题就不要减。就是累啊，就是体感很累。你这个月顶住了，到时候秋天天气下来还能再顶一顶。那我周末再跑一个长的吧，也差不多90公里。这一周嘛，对，差不多呢，量不大，加油加油，一定别受伤就是了。对，还好，我现在但强度还没到也。可以，我还有30米，好，然后加速了。来，这是我爱人，走。这个是我爱人。你好，虎哥。还行啊，冲到3分20几。行，我一会儿前面拿了水就掉头回家。训练后见。8月23号星期五清晨7点26，第一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送给3伏最后一天的30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38，最快1公里3分57，平均心率148，中间冲了几组200米。一开始的逻辑就是渐加速，从5分多一点一直到4分30，然后开始冲200米，然后最后大概4分40左右的配速，最后4公里回家。回家路上又买了一瓶水，今天这么大瓶喝2瓶。今天的补给策略是，起跑之前我大概补了100千卡的热量，然后呢，我冲的那瓶水大概是50千卡，冲的是电解质粉末，没有糖，我搁了一点点宝矿力的粉，可能50千卡都没有。然后这个是个0卡，只有电解质的水。这一场训练大概的补给不到200千卡，还可以。看见好多朋友都在努力的练。3伏的最后一天，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训练，有没有跑步？总之，跑步不会让我们越来越老，我觉得。即便是暂时的晒黑，暂时的风吹，暂时的冬天的寒冷，让我们显得有些憔悴，但是跑步让我们能有一颗热爱生活、努力生活的心，好吗？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